台海方向的指挥系统正进入止血的模式，杨志斌的上位才显得刺眼。他更像习近平一种被迫的选择，不是最亲的那一个，而是最不容易出事的那一个。因为今年可以圆，武器可以秀，但人事是藏不住。大家好，我是洪耀南。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。讲到这一波所谓的正义金援，大部分人都盯着演训科目、兵力调动、飞弹落点。但今天我要提醒你，真正该看的可能不是军演，而是一个人的上位。那一个人叫杨志斌。为什么是他？为什么是现在？因为如果你把时间线拉长，你就会发现，习近平从2017年开始的反腐清洗，已经不是抓几个贪官而已，而是把整个官僚系统变成一个随时可以坍方的高压玻璃屋。你看19大到20大，20大到现在，各种统计版本满天飞，有的说省部级军中将领倒一片，中共军队系统受到重创，包括张杨、苗华、李玉超、刘亚洲等7名上将，至少19名中将、59名少将相继落马。重点不是数字差一点少一个，重点是你开始看到一个现象：中层不保险，位置也不保险，连军队都一样。外界能点名的上将、中将、少将落马名单一串接一串，军中高层的缺席、失联、被调查变成常态化新闻。而在这里，信任的池子越来越小，杨志斌的上位才显得刺眼，因为他不像一路走来奔棚上宣传成习近平、习家军样板的人，他更像习近平一种被迫的选择，不是最亲的那一个，而是最不容易出事的那一个。今天这一集，我们要从2个问题切入。第一，杨志斌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在这个节点上被推到第一线？第二，杨志斌的上位是不是一种警讯？他反映的习近平更稳，还是反过来金钱已经出现可用之人不足的结构性危机呢？如果你只看到军演，你看到了对外的威吓，但如果你看到杨志斌，你看到的是对内潜力结构的紧急替补。今年背后的指挥系统，现在还剩下谁能用？今天这一集我们不做军事科普，我们只做一件事情，把聚光灯从今年的烟雾里移到那个突然间被推上来的人杨志斌。杨志斌晋升上将第7天，东部战区军演就启动。7天，在这个解放军的系统里，这不是巧合，这叫节奏。你不一定能够公开资料里看到任命的理由，但你可以从节奏看到习近平的用人逻辑。因为在军中，授衔不是奖励，授衔是一道门。你踏进门，后面立刻跟了一件事情，给你任务，看你能不能即刻执行。所以这次的军演，你当然可以把它理解成对台威慑，但精准的理解是，它同时也是一场内部验收。验收谁？验收新上位的人，在最敏感的项上，能不能立刻跑起来？你看，没有长时间的铺垫，没有慢慢的造势，就是人一上位，任务就到。这种安排只有一种用途，测试你是不是能用的人。换句话说，这一场军演不是在海上天上演，而在体系内部演。演给谁看？演给上面看，演给所有的军头看，演给那些正在被清洗、正在观望、正在找边站的人看。
杨志斌的出现不像典型的习家军的崛起。你回头看习近平这10年来提拔将领的路数，他喜欢什么？喜欢破格，喜欢加速，喜欢把人推成样板。很多人是红的花子才能够上位，但杨志斌不是那一种人。他的履历呈现出一种反常的现象，在军中频繁破格提拔、加速换血的过程当中，他长期处于一个不上不下的状态，可用稳定，但并没有被形塑成政治样板，也没有被外界压注为未来之星。这种状态在体制很常见，叫被保留，不是被重用，是被保留，放在那里，不特别提拔，也不特别处理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不站错队、不惹事、可替换、可上线的角色。而正因如此，他的上位反而更可怕，因为这表示前一波那些被视为最可靠、最亲近的将领已经相继出世，被清洗、被打下来了。于是军中不是没有人，而是没有一个既高度忠诚，又能够立刻承担台海第一线风险的人选。当信任池逐渐萎缩，决策逻辑就转变了，不再追求最亲，而选择最不会出事。所以杨志斌被推上来，不是赏识，是被迫；不是红利，是风险管理。当潜力中心开始用安全型的替补，那通常意味着不安，而不是自信。东部战区不是一般战区，它是解放军最被盯住、最容易出事，也最不能出事的位置。东部战区的主官从来不是培养位，而是测试位。在这里只看3件事：第一，能不能跟上节奏；第二，能不能完成指令；第三，会不会形成自己的系统。注意这第3件事情的最重要，在集体形式里，最怕的不是你不做事，最怕的是你做事做到了，下面的人开始听你的，你形成了山头，你就危险。所以东部战区这个位置，常常是给你压力，不给你时间，不给你慢慢经营，不给你慢慢培养，就是命令来了，你立刻跑，你跑得动留下来，你跑不动你换下。所以7天经典的逻辑就很清楚，它是一次对外的威吓，更是一次对内的测试。测试的不是武器，是指挥官。杨志斌到底怎么走到今天的？他不是突然出现的人，他长期在空军系统内轮调，南京军区的空军区域指挥所，再到战区系统，在某些阶段，他还出现过离开核心的任职。那在军中往往意味着被放在一边观察，但他没有停在哪里，他后来又回到战区的序列，南部战区、西部战区，再到东部战区副司令，等于一路重新进场。这种路径在今天的解放军其实很符合一种用人的需求。你不一定是最受宠的，但你必定是在清洗浪潮里还没有被否定的人。不是因为你很安全，而是你还没有被判定有问题。这句话很残酷，但它就是今天的解放军运作的真相之一。究竟杨志斌值不值得关注？值得，不是因为他个人能力有多强，而是因为他代表了结构信号。当习近平必须在台海这个最核心、最敏感的方位，启用一个最不核心，不是被压住，而是安全型的替补的将领，这代表什么？至少2件事：第一，前一波的高度忠诚的人，风险太高，高到不能再用，要么出事，要么牵连，要么形成山头，总之不稳。第二，台海方向的指挥系统
正进入止血的模式，不是加速模式，不是冒进模式，而是先补位，先能用，先不出事。所以你会看到这种人事安排的语言，不是豪言壮语，而是冷冰冰的4个字：另有任用，或者调整分工，或者暂时主持。他们都指向同一件事情：体制正在修补，正在改线，正在找一个不会炸的接头人。因此，杨志斌的上位真正值得关注的，不是他个人的评价，而是说他所代表的权力中心正在从用自己人转向用不会出事的人。这种转换往往意味着不安，而不是自信。在中共体制里，要向上走，走到军委的程序，通常需要3个条件：第一，战区主观的资历；第二，关键方向的履历；第三，在高压状态下及时执行的记录。杨志斌现在站上这条线，但我要补一句，在今天的解放军，上将不是终点，上将是密集的观察区。你拿到了入场券，不等于坐上的位置，你只是被放进最敏感的区域，随时启用，随时测试，随时终止。在这个体系里，上将不是奖励，而是一项即刻生效、随时可终止的任务。杨志斌已经进场，但比赛现在才开始。正义今年的科目可以讨论，兵力可以盘点，威吓可以解读，但真正该看的是人。因为今年可以圆，武器可以秀，但人事是藏不住。尤其在整个信任池萎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整个体系从用自己人慢慢转向用不会出事的人。我是洪耀南，中国官场小道说，让我来说。我们下期见。